好，今天要来开箱的这个东西呢，蛮有趣的。自从我在 Switch 上用过连发手把之后，我对连发这种功能真的是离不开了。那我今天要来介绍这东西呢，除了连发以外，还有聚集、自定按键，然后每秒20个操作功能。那我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这款叫做 Seraphim S1 的手机专用游戏手把。哒啦，不过因为我拿到的是比较早的工程机，所以说它的外包装是没有的。那这款呢，除了支援手游以外，它还支援了 PS Remote Play 或者 Steam Link 的操作，是蛮厉害。那这家公司呢，是以一家光学起家公司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就是之前有过一款雷射键盘和滑鼠的，就是他们家做的。他们在去年的时候，他们转战到游戏市场，推出 R1 和 R1 Plus 的赛车方向盘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我除了会抽出一支这个 S1 的手把以外，R1 的方向盘我也会抽出一组。好，那盒装我们就没得看，我们就直接来开里面的东西吧。哇！然后这款手把我拿到的是时尚黑，它有2个颜色，一个是时尚黑，一个是高雅白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哇！手把是已经附上了这个人体工学的细胶护套，然后里面是有再附一个充电线。那它这个充电线走的这个规格是 Micro USB 的规格，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扣环，这个应该是以防你手机太小，它这个设计扣不住的时候来帮你扣。好，所以说它附的东西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到时候应该还会再有一本说明书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整个感觉是这样，因为它这个是已经有装上细胶护套，所以说你在拿的时候握持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，然后整个就是我觉得它握起来就很像一组摇杆，我觉得蛮有 Switch 的既视感，就是感觉配置很像。然后整体的话，这个整机的重量全机是来到了180克，它是有这2个的这个类比摇杆和14颗的自定按键，按键的感觉听起来就是还不错，这2个按键还算蛮紧，然后这个射击键的这个灵敏程度，哇，这个很脆耶。这个还蛮有趣的，比较少按到这种感觉。但它这个是键程比较短，觉得反应时间可能会稍微再快一点吧。然后它这边也是一个上下左右类比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Home 键，然后它这边有的是一个 Select 和一个 Start 键，然后右边就是一个类比，然后这边就是很常见的 XYAB 的按键，这样14颗。它充电孔的位置坐在它的底部，然后走的是 Micro USB 的，有做一个防尘盖，还不错。然后电源键的部分是在这里，然后上面它这边还有2个指示灯，上面这个是电源指示灯，下面这个是模式的指示灯。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 LT、LB 和 RT、RB 的部分。哇，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这2个 L 和 R 这2个按键的键程很不错。然后它这个是可以这样拉开，哇！有趣吧？它是可以这样拉开，你可以把手机夹在正中间。然后这边目前说支援的尺寸是162mm，大概就是6.4寸。那除了横的放以外，你还可以直的放。那我们这边先从比较轻量级的，我这边请到的是 S8， 哇！这款真的是很久没有让它登场。它除了这样有点小，它是可以这样直的放以外，它是可以支援横的放。我们来横的放看看。就这样。它就是这样夹在这样，那你横着放的情况下，像 S8 它是5.8寸，你就可以有更大的画面的体验，你不用在上面会有虚拟按键的部分，那你可以有更确实的这个按键操作，整体按起来感一定是比你在画面上按得来的好很多。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大魔王，也就是我现在在用这个 S20 Ultra 这只手机的那个尺寸呢，似乎是稍微超过它的支援的范围。这支 S20 Ultra 来到的大小是6.9寸，我们来试试看它能不能放得下哈。这样拉开，哇，不行，它的 S20 Ultra 太大，所以它可能最多能够支援的就是像它讲6.4寸，但是除了这种巨婴以外的，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我本来想用我的 S10 啊，不过 S10 现在录影，所以我就请一个 S8 当做它的整个的 model，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感觉是怎样。它放上去的方式其实真的蛮简单，就拉开就好。然后它这个做这个质感也蛮不错，后面还有做这个防滑垫的部分很好。然后它这个的话，它目前支援系统是几乎95% 的 Android 它都有支援，那可能部分的手机是没有支援的以外，大部分的手机它都有支援。那 Windows 的话，你必须搭配的 USB 的蓝牙 dongle， 就是你可能需要有蓝牙连线的功能。那 iOS 的话，目前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研发完之后 iOS 就出了 iOS 14，所以说它这部分可能晚点他们才会有 iOS 14的更新去搭配相对应的作业系统。
然后这一款他们的特色主打就是有自定义按键，上面的会有14颗自定义按键。那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录制剧集，特别可能像是格斗技的 combo， 会按一招就放直接一整套招式出去，或者是在传说对决比较快的操作。那它这个的话，最快设定是每秒会有20个操作。你知道这速度多快吗？人体的极限就是高桥名人，一个日本仔，他每秒的操作是16下，那这个呢是可以到20下。当然我之后会来试用一段时间，然后可能玩一些游戏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个游玩的心得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改天见。2,000 years later. 好，那我大概使用 S1 的手把用了一阵之后，我来讲一下它的心得。首先来讲一下它手感体验的部分。它一开始这个拉盒的这个开盒，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的。你整个装上去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到手机太松或太紧，就蛮好拉的。它这边边角角这里这个位置都有提供这个细胶保护，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你的手机会被刮花或什么的。然后整体来讲的话，先讲它的握持感，它的握持感很好，就是你感觉像真的多了一台电玩游戏机的感觉。然后配重是配的蛮均衡的，你不会觉得说重心都在某个位置拿起来很不舒服，没办法久拿那样子。它整个的这个材质的亲肤程度，我觉得也做得很好，就是握久的时候不会觉得到太热啊，或者整个很不舒服。所以我在手感这个体验上，我是觉得还蛮不错。它的连线模式提供了3种，一个是 Android 的触控模式，就是它会在上面放很多像这个点，我看到它这边都会有这个很多这个按钮，然后你可以移动你按钮去对应到你每个游戏要按的位置。然后另外一种是 PPSSPP 的连线模式，然后还有一种是 Steam 也可以连接直接 PC， 不过你就必须额外准备一个 USB 的 dongle， 然后做一个蓝牙的连线。那最常用就是这种有这个按钮的，然后基本上你要做的就是你把你的按钮移到你要的位置，像这样移动就可以了。那等到你移好之后，你就可以按储存去把它存起来。所以说这个 A 在这个位置嘛，然后我如果取消之后按一下，它就会在这个位置这样按。所以它大概上的操作逻辑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透过这样子去达到说你整个按键的配置。然后它这个按键的配置其实很强，它每个按键的那个自定义的程度很猛。这个是单方面的按钮，你点开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说它有很多种的按键模式，它可以说单纯点一下，或者是你要做这个滑动荧幕的或者是你要做弹窗，就是它可能这样从某个点弹到另外一个点这样子，或者是一键两用，一次按2个按键，它都可以做得到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然后它还有这个连点的功能，那连点功能它最快是可以支援到每秒20下的连点，所以这其实真的是蛮猛，可以做出一些像是指向剂的放招啊或者什么，那基本上在这个操作界面上都是做得到。那像左边蘑菇头的部分的话，它也可以设定说你整个滑动的调整半径是要多少，然后滑动的范围是多少，所以它给的自由度是很高，然后你可以基本上可以达到说你任何想要操作的方式，我觉得它都是做得到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还有一个功能叫录制剧集，那它基本上就是这样按这个按钮之后，你就按这个录制剧集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按记录，那点了记录之后，你的时间就开始跑，那这时候就可以按说你想按的这个功能，然后跑完之后就按这个确定，然后就把它储存起来。那等到下一次的时候，它可以选说你是要单次播放、循环播放，还是自定播放次数。自定期的话，就是每隔几秒放几次，它都可以有这个选择。那基本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像这个单次播放，你按了之后，它就会出现这个开始。那你也可以长按这个旁边这个按钮，它就可以长按住之后，它就会直接开始放这招，然后就在这边做一个我看到剧集的连放。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打一打之后，如果你有什么 combo 招要放的话，就按住这个来放。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。所以说这大概就是我觉得它这个摇杆几个比较有特色，就是自定义按键活，然后有剧集，再来就是连点可以每秒到达20次。所以如果你有很吃重连点游戏的话，其实这个会蛮不错。然后再来我讲一下我的游戏体验，这部分我会分成几款游戏来讲啊。大家常玩手游可能是传说对决，然后射击游戏的话，我可能会拿决胜时刻来做体验，然后格斗游戏，然后最后一款是赛车游戏。首先是传说对决的部分，基本上传说游戏在这款游戏的体验上就非常不错，因为你就看到说萤幕非常之巨大，那你基本上也不太会说看不到视野的状况，也不会因为你那个虚拟按键去挡住。那此外就是大家会担心说有些指向技它是不是做不做得到，就它就是可以用按住一个按钮，再加上这边蘑菇去释放你手上的指向技，这点是真的是蛮厉害的。所以说你在游玩的时候其实是不会影响
响到你的游玩的体验，那也可以让你获得更大的视野。接下来想要讲的就是 Call of Duty， 就是决胜时刻。那这种是比较偏向射击游戏的。那射击游戏的话，我觉得它在转动视角啊，或者是在开枪瞄准的时候，其实感觉都很不错。特别是你在游玩的时候，你的视角会变得超级巨大。好，然后这些格斗游戏，我这边体验的是格斗天王。那我觉得它这个格斗天王就是可以体验说你的狙击的厉害程度。像这种格斗游戏，基本上最强就是你要 combo。那这边狙击就非常适合我，因为我这边这款找到的游戏它接招成本比较低，但是这边就可以展现出，如果你狙击射得好的话，它基本上它那一套是可以从头打到尾，整个关卡你都不需要按到，它自己就可以把整个打完，这个是有可能发生。然后就是赛车游戏，这边我选的是跑跑卡丁车做体验。那这个就是在你左边蘑菇头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说它的甩尾啊，或者是任何的操作，都会让你这个整个手机会变得像游戏掌机的体验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好啦，那最后就是这个整个整体的游玩体验，我觉得这个产品蛮有趣的，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想过，就是大家手游可以玩这么重度，还需要出到一个手把这样来玩。那第一次上手体验觉得蛮好的，因为真的萤幕真的变得很大，然后整个操作的按键操作也比你在那边按那个虚拟按键来太舒服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是很重度的手游玩家的话，其实蛮推荐你们可以试试看这款 S1 的手把。那我也稍微讲一下它的小缺点。小缺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偏木质的，所以它刚开始在设定的时候，你看像这个按键可能一开始就因为每一台 Android 的设定会比较不一样，你要稍微自己去调整。那此外就是它这充电口目前还是使用 Micro USB 的，有点久，我还是希望它可以改成 Type C。不过这就是两个小缺点啊。那特别是 App 这部分，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我在试的时候有遇到一点点的小 bug， 但是基本上不太影响游玩程度以外，我觉得他们厂商在更新和修正 bug 的速度其实蛮快速的。那基本上这一点我是觉得他们蛮有诚意的。那只是刚开始开发的时候，这种比较木质计划的产品，大家可能会要有点心理准备，说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。但是这款产品，我觉得目前整个体验下来的话是蛮 OK 的。好，然后最后就是价格的部分。那这款产品在募资的价格都是低于1000块的，所以说蛮推荐你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看。那在这部影片的时候，我会抽出一组这个 S1 这手把以外，我还会再抽出一组是他们的 R1 的赛车方向盘，厉害吧？就是他们前一个产品我也拿来给你们抽，所以基本上会抽出2项。那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的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好啦，那最后就是募资，大家最怕的就是可能会有维修或保固问题，这边我帮你们问到了，保固是1年啦，那基本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们。好啊，那大致上这就是这款 S1 的手把开箱啦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重度的手游玩家的话，蛮推荐你可以试试看这款手把。那影片就到这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Ciao ciao，拜拜。